Hello， 朋友们，本期视频我将会带大家看看我们在沙漠的住宿，这里住宿条件怎么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还跟着营地老板去村里采购，然后参加了营地安排的疯狂吉普车之旅。起床啦！拉开窗帘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美景。营地的房间没有空调，本来以为会很热，但出乎意料，昨晚温度还是很舒适的。盖了一张薄被子，睡得挺不错的。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是20多平米左右，一进门就有一个洗漱台，浴室和厕所就在旁边，有充足的自来水。营地老板说，热水是7点过后就没有了。我昨晚本来打算洗个冷水澡就算了，但是一开花洒，惊喜的发现居然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热水的。我们住的这个房间有3张床，外面还有一个小露台，在这里喝杯茶，吃小点心，还是挺惬意的。沙漠营地有很多都是通过这种太阳能板来发电的，所以其实供电不太稳定。像我们昨天晚上到9点左右就停电了，然后今天早上重新开始发电，也是断断续续的。所以如果来这种沙漠营地住的话，建议一定要把各种设备都充满电，或者带上充电宝。当然土豪当我没说，可以去住豪华版的这种营地，估计供电是比较稳定。这块冥想石距离营地300米左右，是看日出的好地方。可惜我们起得太晚了，而且涂防晒、喝茶、摆拍什么的墨迹太久了，所以错过了日出。不过这个位置观景也是一流的，可以在一个稍高点的位置瞭望整个沙漠。营地的老板说，每当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都会在这做瑜伽，体验感极佳。哎呀，不过我肯定是不做瑜伽了，现在烈日当空的，一会儿就把我烤焦了。来这里拍个照，自拍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平时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是怎么自拍的。基本上就是架好脚架以后，调好自动连拍，然后就可以自由发挥啦。虽然过程是有一点尬，但是拍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嘛。除此之外，我还可以用无人机自拍哦。我现在躲在一块石头后面避避太阳，实在是太晒了，烤焦了快要。我只是一个非常业余的博主，都已经有这么多设备了，一台无人机，手机2台，单反1台正在拍着，还有1台运动相机，大包小包的，每次出来拍摄都，而且经常要担心，因为有时候立着个脚架自拍，很怕一阵风就把它给吹倒了。摆拍完了，现在要爬下去走回去。手机掉了捡回来。喂，刚才掉那一下手机
碎裂了好多，还好贴了膜，伤势不重。设备耗损经常都会有。我现在可是举着杆子在自拍哦。Insta 360真的非常适合独自旅行的人，即使四下无人，没有旅伴帮忙拍照或录视频，也可以举着杆子自拍，因为它的杆子是可以隐形的，而且它的广角做得非常好，自己拿着杆子也可以拍到全身，棒棒的。现在我们要跟民宿的老板还有当地人到本地的一个小集市去采购。就老板一再强调说，这个集市真的没啥可看的，真的没啥可看，可无聊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多人都想去，车都坐满了，没办法要坐车顶了。We are all going. Really? You will be on roof? Yeah. Yes, why not? It's nice on the roof. Oh, maybe you can be on the roof, then I will sit inside. Oh my god, this is fun. As long as, I mean, if the luggages didn't fall down. You have hands. Yeah, and we have hands. Yannick, get you on the roof, yeah?我的妈呀！ شوفها. بدك تشوف قبل شويه خلص الحلقه 你看我们的瑜伽老师更勇敢，半个身子都在外面。Rock the body not stop like this, gonna rock the body not stop like this, gonna rock the body not stop like this, yeah we rock the body not stop like this, rock the body not stop like this, gonna rock the body not stop like this, gonna rock the body not stop like this, yeah we rock the body not stop. Come on and just rock. 现在我们到了距离营地最近的一个村落 Disa， 以村子为中心，方圆10几里都是荒芜的沙漠，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医院、政府机构、超市等等，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Wadi Rum 的金融、经济、医疗、行政还有教育中心了。虽然 Wadi Rum 沙漠保护地区是约旦最多游客造访的区域，但是游客基本不会来这条小村，因为真的就是一条非常普通的小村。但对于我们来说，看看极端气候下生活的贝多因人的日常，真实的感受约旦沙漠地区的市井生活，这个体验超有意思。民宿的老板好像要买一些地毯还有垫子，其实买一件长袍来挡风挡太阳还挺好，因为它都是这种很轻薄的面料，遮阳挺好的。大家看上面那些女装，大黑袍长袍，这里的女生在她们月经来潮之前还是可以穿短衣短裤的，但是在初潮来了之后就要开始遮盖手臂和腿，只能露出眼睛脸这个部分了。在这里我们问了下穆哈默德，约旦的女生能不能穿男装的长袍呢？他说不行，这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非常不敬的行为。记住了，在约旦女人不要穿男装，不要穿 any country like this. No. In Europe? No. In China it doesn't matter. Girls can wear anything. I didn't know, but Jordan here now. All Arab here. 在阿拉伯国家要注意，女生不要穿男装，他们会觉得非常奇怪，而且觉得你不尊重当地文化。就是跟着老板还有向导们一起来，可以让他们帮忙讲价。Jack paid 60 dinar for his scarf, and I paid 10. But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Look at this, and look at his.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我们的向导问我们这个头巾是在哪儿买的，买了多少钱？我说是在 Jerash 买的，然后 Jack 是在Petra 买的。我付了15个 dinar， 他付了60个。然后向导一直说你们太傻了，太傻了，怎么买那么贵？如果他带的话，很好质量的，10个 dinar 就可以了。每个人都带着战利品出来了。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it, Laila? 15. Yeah. Oh, nice. You see, for first 20. Yeah. 还是跟着本地人好，他们会帮忙讲价。你看我们现在是逆行，太猛了。看完衣服以后，我们下一站要到食品店去了，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买。一路逆行。
都是本地人采购的小超市，方便面、罐头食物、速冻，就和中国的那些村镇小超市差不多。你看它这里还有中国很多年前很流行的圆形泡泡糖。他们村镇的环境有一堆垃圾，他们这里应该是没有环卫工人这一工作。路过一个果蔬店，看看他们这里的菜市场是怎么样的，就是非常简陋。番茄也不是很新鲜。喂，睇啲菜，啲菜。这菜到底是要卖的还是要丢的？都蔫儿了，蔫儿的不行，在太阳底下。就去看一看。这香蕉是要卖的吗？确定吗 ？Hello。这个是买了一袋洋葱。反正今天就是跟着民宿的老板一日游，看看他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首先去了服装店，买了衣服还有地毯，然后去了食品店，买了一些小食还有饮料什么的。接着去了一个面点店，买了一大包大饼。接着来到这个好像是洗衣店，把干净的毛巾收回去，然后把脏的毛巾放到这里给它清洗。这就是他们的日常。他俩在这里好悠闲呐，睡觉、抽水烟。上面是可以滑沙的，可是实在太晒了，所以就不滑。刚才过来坐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他了，不过他一点都没生气，就继续在这里睡。你看，像大家手机啊什么都随意的乱放着，我好几次拿错别人，因为所有人都在用苹果。其实，在欧洲这么多年就已经习惯了有点丢三落四，因为很多时候东西丢了都能找回来。所以就是什么去健身房啊，柜子也不锁，然后手机到处乱放也不会丢，这是一个坏习惯了。当然，我们平时要养成谨慎看管好自己财物的好习惯。刚才跟其他的游客也交流了一下，这附近其实是有很多营地的，包括马克·达蒙在拍《火星救援》的时候，也是在这附近的营地住。当然，他住的那个是比较高级的，就是帐篷是透明泡泡那种设计，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它虽然是外面看上去比较奢华、比较有趣，但是其实它的内部是和普通的营地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但是价格是普通营地的4-5倍或者是10倍，所以值不值得就见仁见智了。当然，土豪请随意。现在来参加这个沙漠吉普车之旅，乘坐吉普车进入沙漠保护区，是每个来瓦迪润的游客都不可错过的体验。营地安排的吉普车行程按时长收费，像我们参加的这个4小时参观是22迪纳尔一人。除此之外，还有徒步、观星、骑骆驼、夜游沙漠等等项目，收费都很公道。沙漠地形复杂，一路上都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我们选择下午4点出发，一来是因为这个时间没那么晒了，二来是想在旅程结束之前赶上看日落。虽然营地附近的沙漠就已经很壮观了，但是自然保护区里的景观就更加奇特和震撼了。这里一望无际的红色沙漠，还有常年被风沙侵蚀的断崖，看上去就像月球表面，所以《星球大战》、《沙丘》、《火星救援》等等电影都来这里取景拍摄。除了震撼的沙漠景观，我觉得此行最触动我的就是这里人的淳朴和善良。去景点集市看东西，从来不会有人强行推销，
每次在景点驻足，都会有热心的贝多因小哥主动过来帮我们拍照。我们营地的司机小哥阿里也是非常善良。我们在滑沙的时候，有其他游客看见了想加入，但是没有板子。虽然不是我们团的成员，他也会非常热心地邀请他们一起来玩，并且还手把手地教会每一个人如何使用滑板。行程的最后，我们很幸运地看见了美丽的日落。这个点儿温度舒适，小风吹着，夕阳西下，身处这个场景，真的感觉很唯美。一天一夜的沙漠之旅结束了，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村子里的停车场。我们打算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在村子里吃个晚餐。虽然之前的视频里说过，英语在约旦的普及率很高，但是在这样子的小村子里，有一些本地人是一句英语都不会讲的。但语言不通，丝毫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我们打算就在路边吃路边菜，环境棒棒的。点了3份烤鸡，现在在这里现烤，用个吹风机来生火，太安全了。我们就坐在路边这里等我们的餐，有很多行人经过，有时候有些小孩啊，有一些大人，他们都会跟我们打声招呼，就说 hello 这样子，感觉我们也没有招来什么奇异的目光，一点也不觉得危险。嗨。就是路上有很多人看见我都会说欢迎来到约旦，或者说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这样子。就我觉得有很多地方都是你没去的时候总觉得很危险很恐怖，但是当你真正处于那个环境 Chinese? Yes. You from Chinese? Yes. We live in a Chinese where? 你好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这哥们他也是开民宿的，也是在沙漠里面有一个营地，反正就是在这里到处走走停停，流浪狗也很友善。就昨天跟营地里面的瑜伽老师聊天，他一个人去印度旅游，我说印度这么危险，你一个美女这样去，他说一点都不危险。当然这是他自己的感觉了，我们从媒体还有新闻还有各种恐怖的故事，还有口口相传，都是觉得印度很恐怖，但是他说那只是新闻说，真实情况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自己不去亲自探索，永远也不知道真相是如何。刚才包就放在路边这里，没人管，我也忘记看了。当然大家千万不要学我，我真的太粗心大意了。其实我觉得我去过很多所谓的荒蛮之地或危险的地方旅游，倒是没有那么担心财物被盗，反而是发达国家像意大利还有捷克的布拉格这种城市，被盗的风险非常非常高。反而是其他地方经济落后一点的地方，被盗的风险反而会低一点。你们觉得是吗？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了。出去旅游的话，当然还是要看管好自己的财物，小心驶得万年船。
好好啦。Thank you。这个餐刚做好，就听见了宣礼广播。古时候，每个穆斯林聚居地都会有专人爬上宣礼塔高声宣礼，而现在都是用高音大喇叭，以此来召唤穆斯林到清真寺做礼拜。很多穆斯林认为这是必须坚守的传统，而一些非穆斯林群体则认为这有一点扰民。我们过2天的酒店离宣礼塔很近，一大早就被吵醒了。因为宣礼广播每天分别要播放5次，晨礼一般在凌晨3、4点，晌礼中午12点，第3次普礼下午4点左右，婚礼晚上7点多，最后一次的宵礼在晚上8、9点。具体的广播时间会随着日出时间的变化而推移。其实还挺舍不得的离开这里，我觉得虽然只是在这里待了1个晚上，1天1夜，但是好像和他们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感觉。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走了，要赶紧洗澡。其实我没有觉得很不方便，没有电，没有洗澡水，然后网络不好。没不好，网络。经过接下来几天的旅程，我们惊奇地发现，沙漠的 WiFi 居然是整个旅程中信号最好的。因为其他地方的 WiFi 更烂，呵呵呵。但是其实我们已经买了约旦的 SIM 卡，里面是有包括30 GB 的流量，所以完全是够用，是不需要用 WiFi 的。直接用4G 流量，其实网络还是很不错的。感觉这个城市比较富裕啊，这么多树哈。终于到达住宿的地方了。怎么样？拿钥匙。有电梯，看来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到了，空间还是挺大的。让奶放到冰箱。哇！房东有给我们准备这种名贵的黑香蕉，这不是烂哦，是真的黑香蕉，稀有品种。还有一个哈密瓜。来到了阿卡巴，发现它是音标的，拔出来以后死插都插不进去。下期视频我们将会来到阿卡巴，这里有约旦唯一的一个出海口，也是约旦重要的经济特区和旅游胜地。我们将会潜入美丽的红海，看看这里的水下景色。虽然后来被海胆刺伤了，但是无意中学会了怎么处理伤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帮我的影片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